大家好，我是邱平。经常我们在影视剧中可以看到一些王爷、王妃，还有王府。在北京呢，现在还能看到王府非常盛名的就是恭王府。其实，在新疆也有王府啊。我们今天来的是新疆的库车，这里有一个库车王府。据说呢，那个末代王妃啊还在世，还生活在这个地方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这个王府看一看，还可以跟那个王妃合影。是不是很有意思？这个就是库车王府，大家看起来是不是很气派呀？这座王府它是跟清朝乾隆皇帝有关，因为有了乾隆，才有了这个库车王府。这个库车王府呢，现在是一个景区，里面呢有陵墓，有展示区，还有呢他们王妃生活的区域，就是末代王妃啊。这个库车王府是怎么由来的呢？在清朝的时候，新疆这边发生了大小合族叛乱，那乾隆呢就要平定这个叛乱嘛。当时新疆的一个家族叫鄂队，他呢就支持乾隆平叛，在平定大小合族叛乱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，于是呢就被乾隆封为贝勒。在清朝的王爷爵位啊，有贝勒、有郡王、有亲王，但是都是属于王爷的一种。从1759年到后面呢，他们这个库车王总共呢传承了12代，所以呢，这个王府呢就一直存在这里。当然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王府呢是后面重新修建的，因为早期的那个王府啊肯定是遭到破坏。那么传承到12代，这个末代库车王已经去世了，但是呢，他的王妃还在。这个王妃呢是30岁的时候嫁给了70岁的那个库车王。现在呢，也就大概是57岁吧，57、58这个样子。后面库车王去世之后，王妃呢仍然就生活在这里。所以呢，我们能够看到库车王的末代王妃，应该算起来也是中国的末代王妃，因为现在不可能有王爷嘛。说到这个大小合族叛乱，我们就得说一下乾隆。乾隆这个人，大家非常熟悉了，影视剧中也经常演绎。很多人都会说啊，乾隆呢，这是一个败家子，把那个雍正攒下来的家产啊，全挥霍掉了。然后呢，又培养了和珅这样一个巨贪，给他的儿子嘉靖皇帝留下了一个烂摊子。很多人甚至很多专家都说，清朝的衰落是从乾隆开始的。我们不管乾隆是不是败家子，但是乾隆有一点值得我们说到，就是他的那个强硬心理。当时从清朝开始就有一个准噶尔叛乱嘛，当时大家都知道有噶尔丹。雍正时期呢，也在西北用兵，但是啊，很多事情都是在乾隆那个时期彻底的解决了。你像当时的准噶尔汗国，完全是被乾隆那个时期搞定了。特别是那个时候出现了好几个大将啊，乾隆时期大将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赵惠，这个是在平定准噶尔立下了大功，还有富兰察、海兰康等等，这些啊都是当时的名将。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福康安，你像福康安这些人呢，可能很多人都是通过影视剧中才知道的。其实啊，在福康安之前有很多将领，因为福康安算是乾隆晚期的，乾隆早期的就是赵惠这些人。你像乾隆一生经历了多少？准噶尔叛乱、大小合族，还有那个西南地区当时跟尼泊尔打，还有西藏等等这些。乾隆对这些啊，他是义无反顾，坚持到底。当时有一些大臣说算了，但是乾隆坚决，他说这都是属于我大清帝国的，我一定要战到底。所以说，当时乾隆啊，他对这些巩固啊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就是对外强硬。因为他有这样一句话嘛，这是祖宗下来的江山，我一定得守好守住。我们现在从四川进入西藏走318国道的话，还能看到很多碉楼，很高啊，这个就是当时乾隆时期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。当时他们一些部队啊，就设置了碉楼阻挡清军，一开始损失惨重，但是呢，乾隆啊一直没有气馁，当时损失了总督、将军好多人，就都失败了。但是乾隆呢不气馁，
然后专门从东北调了一支部队，在北京那个练习啊，就是在北京建造了一些那个碉楼，然后让这些部队去演练怎么攻打，最终呢把那些拿下来了。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乾隆啊。那么我们就继续去看一下这个库车王府。在古代封建社会啊，如果有个地方发生叛乱，那么你支持朝廷平叛的，只要平叛成功了，这功劳的话一定会非常大。从古至今都是啊。去看王府之前，我们看到中间有个博物馆，秋瓷博物馆。为什么会叫秋瓷呢？因为以前的库车啊，这个地方是属于西域36国之一的龟兹国，所以呢，这个地方老的名字叫龟兹。包括当年唐僧啊，也来到这个地方。唐僧在这边的那个苏巴什那里呢，居住了2个月，在那里讲经。那个苏巴什啊，那边就被公认为是现实版的女儿国，我们也就去过了。在公元前60年，当时的西汉王朝差不多统一了西域，于是呢，就在这边设置了一个安西都督府，管理西域这边。后面的中原王朝如果统一了西域，同样会设置安西都督府的。公元658年，安西都督府移到龟兹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库车，随之呢晋级为安西大都督府。当时呢，他是统管整个西域。说的这样一点吧，当时的疆域呢，达到了万里，跨越了帕米尔高原、天山南北。说到这个西域都督府啊，我们就得说一下唐朝的故事。大家都知道，唐朝中期发生了一个安史之乱，总共是打了8年，是由安禄山起兵的。但是呢，安禄山在起兵之后1年之后他就去世了，等于是剩下7年不是安禄山主导的。那么为什么会打了7年呢？按照来说，唐王朝的实力很强啊，他的部队实力很强。但是恰恰的不一样的是，唐朝安史之乱其实说的就是唐朝的内战，是唐朝最顶级也是最强大的边军在打。你看安禄山当时是好几个地方的节度使，他率领的是属于边疆部队。然后后面那个李亨称帝，他那个平叛调的也是边军，安西的调回来，然后跟那个这边河北重镇那一边的打，所以相当于是边军互相的打，所以说才打了这么长时间。你看那个安史之乱的时候，大家看一下那些名将啊，全是从边关回来的。所以说，唐朝尽管由盛转衰是由于安史之乱，但是同时呢，也是由于唐朝他们的边军实力啊消耗掉了。所以从安史之乱结束之后，唐王朝的军事实力啊就下降了很多，地方呢诞生了很多藩镇割据，因为它中央啊已经掌控不了边军了，已经消耗没了。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龟兹国的文化，这些是一些石窟的复制品。说到石窟，大家可能会想到4大石窟，其实在整个西域以及河西走廊有很多石窟的，因为佛教传入中土大地，它一定要经过西域，经过河西走廊嘛，所以往往说这些地方佛教色彩更浓烈。一个是它传送的早，另外一点呢是当时这边的环境比较恶劣，佛教呢在这些地方比较受欢迎，所以说在河西走廊以及西域有很多寺庙，也有很多石窟存在。这个就是苏巴什佛寺出土的，我们去的唐僧那个讲经的地方，它这个属于唐代的啊，壁画也非常精美。这个也是唐代，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唐代的呢？主要是由于这个龟兹古国在唐代达到鼎盛时，然后唐代大家都知道，西域都是属于唐代管辖，中西方的交流非常重要。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。在这边还有一些生产工具的展示表，先看看织布的，这是古代织布的，
跟现在不一样。它这个应该完整的称之为支梯胆。这里还展示了一个马车，是不是挺有特色的？跟我们在南方看的不一样。这里面就是王府的花园了。在以前呢，不管是王府还是地主，反正这些生长大洋里面，面积越大，它肯定会留一块地方做着花园的。你看这里的环境多好，绿树葱葱的，在树底下乘凉非常方便，非常舒服啊。库车这个地方夏天很热，但是在树底下其实还可以。我们现在去找一找王妃居住的地方在哪里，因为这里面还是挺大的。这边的绿化还是非常好的。看看这里是哪里？哦，王府文物陈列馆，去看看有什么东西在。第一代的库车王，平叛合作建奇功，世袭罔替，受御封，平定大小合作叛乱，然后接受皇帝的御封。因为古代王爷嘛，皇帝御封了才能称之为王爷。就算明朝那些世袭罔替藩王，上一代王爷去世了，他要上书朝廷，谁接替，要皇帝同意了，他才能称得上正式的王爷。所以一定是御封，这就是皇帝的权利之一。游客好多啊，估计都是来看王妃的，想跟王妃合影。在这个地方跟王妃合影是收费的，30块一个人。这就是库车王。按照资料记载，1942年他14岁被立为库车王，所以呢称之为末代库车王。2014年去世。我本来打算进去跟王妃合个影的，但是人太多了，估计这里有100-200个人，排队的话得1-2个小时，所以就不进去了。这些都是旅游团的，全部是来看王妃的。这个王妃呢，我们一开始说了，她是库车的末代王妃，也有可能是国内现在最后一位王妃。库车王妃是30岁时候嫁给了70岁的库车王。2014年库车王去世之后，留下了遗嘱说，要求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小孩家人们要自力更生，就相当于得自己去做事情，自己去赚钱。这个就是库车王妃。由于呢我进不去，我就用相机的长焦拍摄了一下。库车王去世之后，王妃呢继续居住在这个王府里面。我听导游说，这个库车王妃呢在这里呢只有居住权，所以如果有游客来的话，他就在这里合影，收取一定的费用，这算是自力更生的一种表现吧。影视剧中的王妃大家经常见到，现实中的王妃可能很多人没有见到啊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这个就是王府的成员遗址，从清朝遗留下来的，现在时间也挺悠久的，200多年了，但是经过多次战乱，只留下了这一些。当时修建这个王府的时候，是乾隆遣中原的一些工匠来帮他修建的。因为把他封为王爷之后，很多东西是由中央财政帮他弄的嘛。你正常自己是不能修王爷府的，修王爷府怎么修，用什么形制都是有规定的。所以乾隆呢就派了专门的大臣来监督，来帮他修建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库车王府以及王妃的故事。尽管库车是一个沙漠边缘的城市，但是它的历史文化相当深厚，这库车王府就是很好的体现。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谢谢大家。